我和老公赌气30年不交社保，每月坚持去银行存定期，退休那天拿着存折去银行，我们俩看见余额都愣住了。我和老伴每个月去银行存钱的日子固定在15号，不是因为这天有什么特殊意义，只是当年办存折那天刚好是15号，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。30年一次没落下过。今天也是15号，我照例起了个早，把那2000块钱用信封装好，塞进帆布包最里层的夹带里。老伴在厨房煮粥，锅盖咣当咣当响，他嗓门大，隔着半个房子喊，今天还去老地方。废话，不然去哪儿？我把包拎到玄关，顺手摸了摸，确认拉链拉严实了。老伴端着2碗粥出来，粥面上撒了点榨菜末。他把碗重重搁在桌上，筷子也扔得哐当一声。我就是问问，你那态度，行了行了，我打断他，快吃，吃完早点去，省得排队。他哼了一声，低头喝粥。我看着他脑顶那一圈越来越稀疏的头发，想起30年前他头发还是黑的，人也不像现在这么爱唠叨。那会儿我们刚决定不交社保，周围人都说我们疯了，他还跟人吵过架，说我们自己的钱自己存，比交给谁都靠谱。现在想想，当时到底是谁先提的这个主意，我都有点记不清了。吃完饭，我们俩换上出门的衣服。我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，他还是那身灰夹克，肩膀那块有个巴掌大的补丁，是我去年冬天给补的。出门前，他突然站在镜子前愣了一下，摸了摸自己的脸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没事，他很快转过身，走吧。去银行的路上要经过小区的健身广场，一群退休的老太太正在那儿跳舞，音响放得震天响。我和老伴都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，走到广场边缘的时候，有个跳舞的李姐冲我们挥手。哎呀，老张老秦，你们也出来遛弯啊？去银行办点事，我含糊地应了一句。哎，你们退休了没？李姐追上来2步。我上个月开始领退休金了，2000多呢，每个月准时打到卡里，可方便了。老伴的脚步顿了顿。挺好，我拉着他继续往前走，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身后李姐还在喊，改天一起吃个饭啊，我请客。走出广场，老伴一直没说话，我也没吭声。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走着，脚步声在清晨的街道上显得特别清楚。快到银行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，你说咱们这30年到了。我打断他，推开了银行的玻璃门，门里的冷气扑面而来。大厅里已经有7、8个人在排队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。我去取号机那儿按了一下，机器吐出一张小纸条，047。我看了一眼显示屏，现在办理的是032。得等一会儿，我转头对老伴说。他没接话，只是盯着显示屏上滚动的业务信息。上面有一行字特别醒目，退休人员社保金代发业务，手续便捷，当日到账。我把那张号码只攥紧了一点。01。30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候我在纺织厂上班，老伴在机械厂开车床。我们刚结婚5年，儿子3岁，住在厂里分的2居室里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也算安稳。那天下午厂里突然开会，说要给大家办社保，每个月从工资里扣8%，厂里再出一部分，等退休了就能领退休金。会开完，车间里炸了锅，每个月扣8%。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
我旁边的张姐第一个跳起来，就是现在孩子上学，老人看病，哪样不要钱？这一扣，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我当时没说话，只是默默算了一笔账。我一个月工资320%，8%就是25.6块，老伴工资400，也得扣32，一个月就是57.6块。那会儿儿子的奶粉钱一个月就要60多，家里米面油加起来也得50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把这事跟老伴一说，他当时正蹲在地上修儿子的小木马，听完手里的锤子差点砸到自己脚上。扣这么多，他抬起头，咱们手头本来就紧，这一扣不是雪上加霜。单位说这是为了以后好，我把儿子抱到腿上，说是退休了能领钱，比现在交得多。以后老伴把锤子往地上一扔，以后的事谁说的准？现在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，还管得了以后？我没接话。儿子在我怀里扭来扭去，嘴里咿咿呀呀的叫。他刚学会走路没多久，总是到处乱跑，前2天摔了一跤，额头上还青着一块。老伴站起来，在屋里转了2圈，突然说：“我有个想法。”什么？咱们不交这个社保。他蹲到我面前，你想啊，每个月50多块钱，咱们自己存起来不是一样的？存银行有利息，想用的时候还能随时取。交给单位，谁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拿回来？我愣了一下，可是单位要求也可以不交。老伴打断我们厂有个老师傅就不交，他说宁可自己存着，心里踏实。单位顶多说说，又不能强迫。那天晚上我们俩商量到半夜，最后还是老伴拍板，就这么定了，不交。每个月我们自己存30年，退休的时候肯定比领社保的人手里钱多。第2天我去单位人事科，说不参加社保。那个办事员看我的眼神像在看傻子，你确定？确定。那你签个字，以后别后悔。我在一张表格上签了名，老伴那边也一样。从那个月开始，我们每个月15号去银行存钱。一开始是存50，后来工资涨了，存100，再后来存到200、500、1000，一直到现在的2000，30年从来没断过。头几年，周围人都觉得我们疯了，厂里但凡有人提起社保的事，都要拿我们当反面教材，看看老秦老张，为了省那点钱不交社保，以后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我们也不争辩，每个月15号照样去银行，把钱存进那本绿色的存折里，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上涨，那种踏实感比什么都强。儿子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问我，妈妈，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交社保，你们不交？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因为妈妈和爸爸要给你存钱啊，等你长大了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现在想想，那句话好像也没错，又好像哪里不对。最近这2年，老伴看电视的时间明显长了。以前他晚上吃完饭就爱出去遛弯，现在总是窝在沙发里，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换台。新闻频道、财经频道、养生节目他都看。有天晚上，电视里正播一个理财节目，主持人说现在银行利息越来越低，老年人要学会多元化投资。老伴听到这儿，突然坐直了身子。你听听，银行利息低了，他转头看我，低就低呗，又不是不给利息。我正在摘菜，头也没抬。不是，你不懂。他用遥控器指着电视，你想啊，
咱们存了30年，前20年利息高，这几年利息越来越低。要是一直这么低下去，那也比不存强。我打断他，他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说什么，把电视换到了别的台。但从那以后，他每次去银行都要问一遍利息。现在活期利息多少？定期呢？去年是不是比今年高？银行柜员每次都耐心的回答，但我能看出来，他们眼里有种又是这个老头的无奈。上个月15号，我们去存钱的时候，碰见了以前厂里的老同事刘哥。他刚从另一个窗口取完钱出来，看见我们就笑：“哟，老秦老张还在坚持存钱呢。”“是啊。”我应了一声。“我跟你们说啊。”刘哥凑过来，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：“我上个月退休，第1个月退休金就到账了，2800，比我最后1个月工资还高呢。”老伴拿着存折的手顿了一下。而且啊，刘哥继续说，这钱每年还涨，去年退休的老王，今年都涨到3200了。你们算算，一年就是3万多，10年就是30多万，这还不算每年的涨幅，挺好。我打断他，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拉着老伴往外走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回头看刘哥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一句话没说，我也没问。晚上睡觉前，他突然开口：“你说，咱们这些年存的钱到底有多少了？存折上不是写着吗？”我是说，加上利息，到底有多少？我想了想，没仔细算过，应该有个30-40万吧。30-40万，他重复了一遍，语气有点飘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刘哥说他一年领3万多，10年就是30多万，那是他的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就是说说。他翻了个身，背对着我。我知道他没睡着，因为他的呼吸声不对。平时他睡着了，呼吸很深很稳，但那天晚上他的呼吸一直很浅很乱。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在客厅了，手里拿着那本存折，正对着计算器按来按去。“你干嘛呢？”我走过去。“算账。”他头也不抬。我算了一下，咱们这30年一共存了多少钱？算出来了吗？他放下计算器，抬起头看我，眼睛里有种我说不清楚的情绪。本金大概是45万，加上这些年的利息，应该能有55万左右。那不是挺好的？可是他顿了一下，要是当年交了社保，我现在退休了，1个月能领2000多，你也快退休了，到时候也能领。2个人加起来1个月就是5000多，1年6万多，你算这个干什么？我打断他，都30年了，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他没说话，只是盯着那本存折。我走到厨房，开始准备早饭。煤气灶打火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里显得特别响。我看着锅里的水慢慢烧开，突然想起30年前我们第一次去银行存钱的那个下午。那时候儿子还小，我们把他放在婴儿车里，推着他一起去的。存完钱出来，老伴举着那本崭新的存折，笑得特别开心。看见没？这就是咱们的养老钱，谁也拿不走。现在这本存折还在，只是封皮已经旧得发黄了，边角都磨破了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儿子来家里吃饭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。他一进门就喊累，直接瘫在沙发上，连鞋都没脱。我看着他脚上那双名牌运动鞋，2000多块钱，我上次陪他去买的时候看到过价签。起来，鞋脱了，我拍了拍他的腿。哎呀妈，我累了一天了，他嘟囔着，还是坐起来把鞋脱了。
老伴从厨房端出几个菜，都是儿子爱吃的：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鲈鱼。我看着那条鱼，早上在菜市场花了40多块钱买的，老板说是今天刚到的活鱼。吃饭吧，老伴招呼儿子。吃到一半，儿子突然问：爸妈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养老的事？我和老伴对视了一眼。想过啊。老伴夹了块肉放到儿子碗里，我们不是一直在存钱吗？我不是说钱的事，儿子放下筷子，我是说你们年纪大了，万一身体出什么问题，我们身体好着呢。我打断他。我知道，但是儿子顿了一下，我前2天听同事说，他们家老人生病住院，1个月花了10几万，医保报销了一部分，但自费的也得好几万。老伴的筷子停在半空，所以我就想，儿子继续说，你们俩都没社保，要是真出点什么事，医药费全得自己掏。你们存的那些钱够吗？我正要说话，老伴先开了口：够，怎么不够？我和你妈存了30年，存折上好几十万呢。好几十万，儿子重复了一遍，语气有点怪。爸，你知道现在这个大病要花多少钱吗？癌症、心脏病、中风，随便哪个都是无底洞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有点不高兴了，咒你爸妈是不是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儿子赶紧解释，我就是担心你们。我现在工作压力大，房贷车贷一大堆，万一你们出事，我也……他没说下去，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老伴的脸色变了变，但还是笑着说：放心，我和你妈身体好着呢，用不着你操心。那倒不是，儿子抓了抓头发，我就是觉得你们当年要是交了社保多好，现在退休了能领退休金，还有医保，看病也能报销大部分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老伴的声音有点硬。饭桌上一下子安静了，儿子又吃了2口饭，突然问：爸妈，你们存的那些钱能给我看看吗？看什么看？我警觉地看着他。没什么，就是想知道你们具体存了多少，心里也有个底。儿子说得很随意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个你不用管。老伴站起来收拾碗筷，够养老就行了。儿子还想说什么，手机突然响了。他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一下，匆匆忙忙说：我接个电话，然后就跑到阳台上去了。我和老伴收拾桌子的时候，能听见他在阳台上说话的声音，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，但语气听起来很焦急。多少？不行，再给我1个月，我知道，我正在想办法。等他打完电话回来，脸色不太好看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没事，工作上的事。他勉强笑了笑。我得先走了，公司还有事。他走得很急，我送他到门口的时候，看见他下楼的背影，感觉他走路的样子都有点沉重。关上门，老伴正站在窗边发呆。你说，儿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我走过去。谁知道呢？老伴没转头。现在的年轻人有事也不跟家里说。我想起刚才儿子问存折的事，心里突然有点不安。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凌晨2点多的时候，我听见老伴也在翻身。睡了没？我问。没。你说咱们……我犹豫了一下，咱们存的这些钱真的够吗？老伴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：我也不知道。这是他30年来第一次说这句话。发现老伴瞒着我查社保补缴政策，是在一个周4的下午。那天我比平时早回家，推开门就看见他坐在电脑前，
戴着老花镜，盯着屏幕看得很专注，连我进门都没发现。我走过去，看见屏幕上显示的是社保局的官网，上面写着退休人员社保补缴政策咨询。你在看什么？我问。他猛地一惊，慌忙想关掉页面，但手抖了一下，鼠标点错了地方，页面还在。我就是随便看看。他摘下眼镜，不敢看我。随便看看，我指着屏幕，社保补缴政策，你随便看这个。我就是好奇，我打断他，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。你好奇什么？好奇当年我们的决定是不是错了？我没那个意思。他站起来想拉我，我甩开了他的手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盯着他，30年了，现在你开始后悔了？我没有后悔，他的声音也提高了。我就是想了解一下，现在还能不能补缴？补缴的话要花多少钱？了解这个干什么？我感觉胸口憋着一股气。我们存了30年，你现在跟我说想补缴社保，那我们这30年算什么？我没说要不缴，他涨红了脸。我就是想知道一下不行吗？不行。我转身走向卧室。你想知道，说明你心里根本就不踏实。那你心里踏实吗？他突然在身后问。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儿子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，他的声音低下来，问我们存折上有多少钱。我说有50多万。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，然后说，爸，这些钱真的够养老吗？我转过身看着他，所以你就去查社保补缴了？我就是想确认一下。他坐回到椅子上，突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。我想确认一下，我们当年的决定到底对不对？现在想这个有什么用？我走过去，钱都存了，路都走了30年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不确定？他没说话，只是盯着那个电脑屏幕。我也看向屏幕，上面写着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缴，需补缴本金及利息，具体金额请咨询当地社保局。你查出来了吗？我问。补缴要多少钱？他摇摇头，没有明确的数字，说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计算。那你打算去问吗？他犹豫了。我想去问问。就问问，不一定真的补缴。去问了就是不相信我们这30年的选择。我感觉嗓子有点发紧。你要是想去，自己去，别拉上我。说完我就进了卧室，把门关上了。隔着门，我听见他在外面叹气，然后是关电脑的声音，拖鞋在地板上拖着走的声音。那天晚上我们俩谁也没理谁。他睡在沙发上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我想起30年前，我们刚决定不交社保那会儿，也是他信誓旦旦地说，咱们自己存钱，肯定比交社保强，现在怎么又动摇了？还是说，其实我自己也在动摇？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半夜的时候，我听见他进卧室的声音。他动作很轻，以为我睡着了，轻手轻脚地躺到床的另一边。我们俩背对背躺着，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裂缝。这道裂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？是从儿子问起存折的那天，还是从他开始算账的那天？或者更早，早到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出门了。桌上放着早饭，还有一张便签纸，上面写着粥在锅里，记得趁热喝。字迹有点潦草，像是匆忙写下的。我坐在桌边，看着那碗粥，突然就哭了。不是因为委屈，也不是因为生气，就是突然觉得很累。30年了，我们一直坚持的东西，现在连自己都开始怀疑了。那天我没去上班，
请了假，一个人在家里坐了一整天。我把那本存折拿出来，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我们30年的坚持，每一笔存款我都记得。儿子上小学那年存了100，儿子上初中那年存了200，儿子考上大学那年存了500，儿子结婚那年存了1000，直到现在每个月2000。这些钱不只是钱，是我们的日子，是我们的选择，是我们对未来的全部信心。现在这份信心开始动摇了。退休那天是个周四，我一大早就醒了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想着今天终于要去看看这30年到底存了多少钱。老伴昨天晚上就把存折找出来了，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装着，放在床头柜上。我看见那个塑料袋，突然想起30年前第一次去银行开户的时候，柜员给我的也是这样一个红色塑料袋。起来了，老伴已经穿好了衣服，今天咱们早点去，赶银行刚开门。我坐起来，你把存折都带上了？带了，活期定期都在这儿。他拍了拍那个塑料袋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我们俩都没怎么说话。我煮了2个鸡蛋，一人一个，还热了牛奶。老伴吃得很慢，一直看着窗外。想什么呢？我问。没想什么，他收回目光，就是觉得今天好像挺重要的。是挺重要的，我附和道。30年了，今天终于要知道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我愣了一下，就是我们到底存了多少钱。他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8点半，我们准时出门。去银行的路上，碰见了小区里的王阿姨。她看见我们，笑着打招呼：哟，老秦，今天退休了吧？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我笑着回应。退休金能拿多少啊？王阿姨凑过来问。我和老伴对视了一眼。我们没交社保，我小声说。啊？王阿姨惊讶地瞪大眼睛，那你们以后靠什么生活？我们自己存了钱，老伴抢着说，存了30年，今天去银行取。哦，王阿姨的表情有点复杂，那也挺好的。不过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这些拿退休金的，每年还能涨工资呢。你们存的钱能涨吗？我感觉脸上有点发热。我们先走了，老伴拉着我快步离开。到了银行，里面已经有几个人在排队了。我去取号机那儿按了一下，拿到的号码是015，才15号，今天人挺少的。我转头对老伴说。他点点头，坐到等候区的椅子上。我看见他把那个红色塑料袋抱在怀里，手指一下一下地摩挲着袋子的边缘。015号，请到3号窗口。听到叫号，我和老伴都站了起来。走到窗口，我把存折递进去，麻烦帮我查一下余额。柜员是个年轻姑娘，接过存折，在电脑上敲了几下，然后皱起了眉头。怎么了？我心里一紧。稍等，他又敲了几下键盘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。您这个账户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老伴也凑过来。您这个账户最近有几笔异常的转出记录。柜员转过屏幕给我们看，你们看，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我盯着屏幕，上面显示着几笔转账记录。2019年3月转出5万，2020年7月转出8万，2022年11月转出10万。这不可能，我声音发抖。我们从来没有转出过钱，每次都是存进去的。可是记录确实在这里，柜员指着屏幕。
而且都是通过手机银行转出的。手机银行？老伴脸色发白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开通过手机银行。柜员看了看我们，又看了看电脑，但是系统显示，您这个账户2018年就开通了手机银行。我感觉脑子嗡的一声，整个人都懵了。那现在账户里还有多少钱？我问，声音都在抖。柜员又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活期账户余额是32000元。32000？我几乎是叫出来的，怎么可能只有32000？我们存了30年，应该有50多万。您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定期账户。柜员继续操作，过了一会儿抬起头，定期账户余额是185000元。我和老伴都愣住了，32000加上185000，总共才21.7万。我们存了30年，应该有50多万，现在只剩下20万出头。这中间差的30多万呢？老伴声音都变了，都去哪儿了？柜员调出详细的交易记录，打印了一份给我们。我接过那张纸，手抖得厉害，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在眼前晃动。您可以报警处理，柜员小声说，如果不是您本人操作的话，可能是账户被盗了。账户被盗？我脑子里轰隆隆响成一片，根本理不清思路。老伴接过那张交易记录，仔细看了起来。看着看着，他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嘴唇也开始发抖。怎么了？我问他。他没说话，只是用手指点着纸上的某一行。我凑过去看，那行写着2019年3月15日转账至账户尾号8856，金额5万元。8856，这个尾号怎么这么熟悉？我突然想起来了，那是儿子的银行卡号。我和老伴走出银行的时候，天上开始下雨了，细细密密的雨丝打在脸上，凉得刺骨。我们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，谁也没有动。8856是儿子的卡号对吗？我转头看着老伴，他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雨越下越大了，我们只好往回走。路上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有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，啪嗒啪嗒的，像有人在不停地敲我的脑袋。到家的时候，我们俩都浑身湿透了。老伴把那张交易记录平铺在茶几上，用手一遍一遍地抚平上面的褶皱。我给儿子打个电话，我拿起手机。别打，老伴按住我的手，等他自己来说。等到什么时候？我甩开他的手，钱都没了，你还要等？我说了别打，他突然吼了起来。我愣住了，结婚30多年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对我吼过。他自己也愣住了，然后慢慢坐回到沙发上，把脸埋进手里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就软了心。我走过去，坐到他旁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什么吗？他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3年前，儿子找过我。找你？找你干什么？他说要创业，需要一笔启动资金。老伴声音很低，他说他有个特别好的项目，肯定能赚钱，让我先借他50万，等项目成功了就还我们。50万？我的声音都变了，那可是我们存了那么多年的钱。你怎么能？我没给他。老伴打断我，我当时拒绝了。我说这是我们的养老钱，一分都不能动。那这笔钱？后来他顿了一下，后来你去照顾你妈妈，在医院住了1个月。那段时间儿子每天都给我打电话，说项目马上就要黄了，求我帮帮他。他说这是他唯一的机会，错过了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
我盯着他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我心软了，他的眼泪流下来。我想着先借他5万，就5万，让他先撑过去。谁知道什么？谁知道他拿到5万之后，过了几个月又来找我，说项目已经做起来了，但是需要追加投资。我不同意，他就跪下来求我。老伴说不下去了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我感觉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憋得喘不过气来。所以你又给了他8万，然后又是10万，我的声音在颤抖。这3笔钱都是你背着我给他的。他点点头。那手机银行是我帮你开的。他低着头。我知道你的身份证号和密码，去银行开通了手机银行，绑定在我的手机上，每次转账都是我操作的。我站起来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所以这30年，我以为我们在一起为了将来打算，其实你一直在瞒着我。我也是为了儿子，为了儿子。我打断他，为了儿子你就可以瞒着我，为了儿子你就可以把我们30年的积蓄拿去打水漂。我以为他真的能成功。那他成功了吗？我盯着他，他创业成功了吗？老伴没说话。我突然笑了，笑得自己都觉得凄凉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同意不交社保吗？他抬起头看着我。因为我相信你。我的眼泪掉下来。我相信你说的，我们自己存钱，能过上好日子。我相信我们俩能一起守着这笔钱，等到老了有个保障。可是现在你告诉我，这30年都是假的。不是假的。他想拉我的手，我躲开了。那是什么？我指着茶几上的交易记录。那上面的数字是什么？我们存了30年，应该有50多万，现在只剩20万出头。差的那30万都进了儿子的口袋，而我居然到今天才知道。老伴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转身进了卧室，把门重重的关上。靠在门上，我整个人都瘫软了。我想起这30年，每个月15号我们一起去银行存钱，我以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坚持，共同的希望。原来从3年前开始，这份坚持就已经变味了。我不知道在卧室里坐了多久，外面客厅的灯一直亮着，能听见老伴走来走去的脚步声。半夜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儿子打来的。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，手指在接听键上停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按了下去。妈，电话那头，儿子的声音有点发抖，爸爸都跟我说了。我没说话。妈，对不起，他说，我当时真的以为能成功的，所以你就骗我们的钱。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我没有骗，我是真的想创业，真的以为能赚到钱。那你赚到了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你赚到了吗？我又问了一遍。没有，他的声音低得机不可闻。项目失败了，23万全亏了。我闭上眼睛。23万不只是我们存的那些钱，还有30年的利息，还有我们这30年的坚持，我们对未来的所有期待。妈，我会还的。儿子说，我一定会还的。怎么还？我问他，你现在还欠着房贷车贷，你拿什么还？他说不出话来。我挂了电话。第2天早上，我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老伴又睡在沙发上。他蜷缩着身子，盖着一条薄毯子，脸色很差。我走过去，看见茶几上放着一盒药，是他的降压药。药盒是打开的，里面少了2颗。我的心突然揪了一下。醒了，他睁开眼睛看着我。我在沙发另一端坐下。昨晚血压又高了。他点点头，有点。吃了药，
好多了。我们俩就这样坐着，谁也没说话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块块光斑。我看着那些光斑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早晨。那时候儿子还小，刚上小学。有一天放学回来，哭着说老师让交班费，20块钱。我当时手里只有10块钱，还是准备买菜的。老伴知道了，二话不说就跑去工地干了一天零工，晚上回来的时候手上全是血泡，但还是笑着把30块钱递给我，给儿子交班费，剩下的给他买点好吃的。那天晚上我看着他手上的血泡，哭了很久。你还记得？我开口，声音有点哑。儿子上小学那年，你去工地干零工的事吗？老伴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记得。那时候为了20块钱，你手上磨出那么多血泡。我看着他，现在为了儿子，你把23万都给了他。他没说话。我不是怪你心疼儿子，我继续说，我也心疼他，他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心疼？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他张了张嘴，我怕你不同意，所以你就瞒着我。我以为他真的能成功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我以为等他成功了，赚到钱了，就能把钱还回来，你也就不会知道这件事了。可他失败了，我打断他，现在钱没了，你的瞒着我也瞒不住了。他低下头，整个人像是突然老了10岁。我们又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我先开口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想了一夜。想什么？想我们这30年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看着窗外，30年前我们决定不交社保，是因为觉得把钱握在自己手里最安全。可是现在钱还是没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听对不起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我只想知道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坚持？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些迷茫。我记得，我自己说了下去。那年儿子刚出生，你抱着他说，一定要让他过上好日子。所以我们省吃俭用，每个月都存钱。我们想着等老了，手里有钱，不用给儿子添负担，还能帮衬他一把。老伴的眼泪掉下来了。可是现在我的声音也哽咽了。我们存了30年，不但没帮到他，反而把他惯坏了。他以为伸手就能要到钱，以为失败了也有我们兜底。都是我的错，老伴说，是我太心软了，不只是你的错。我擦了擦眼泪，我也有责任。从小到大，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，从来没让他受过委屈。我们以为这是为他好，其实是在害他。老伴抓住我的手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看着他，突然发现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儿子欠的那23万是我们大半辈子的积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钱已经没了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关键是我们剩下的20万该怎么办？你说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我们现在去补缴社保还来得及吗？老伴愣住了，你想补缴社保？我昨天想了一夜，我说如果我们有社保，就算存款没了，至少每个月还能领退休金，还有医保。现在我们手里只有20万，万一哪天生病了。我没说下去，但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后半段是什么。老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，我那天查过了，我们这个年纪要补缴30年的社保，需要一大笔钱。多少？大概要25万左右。25万，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数字。可是我们只剩20万了，而且老伴顿了一下，补缴之后也不是马上就能领退休金，要等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我们还得继续缴费。我脑子里一片混乱。这时候
门铃响了。开门的时候，我看见儿子站在门外，他的脸色很差，眼睛红红的，明显是哭过了。看见我，他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没说出来，眼泪先掉了下来。进来吧，我侧身让开。儿子走进来，看见坐在沙发上的老伴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爸妈，他哭着说对不起。老伴想去扶他，被我拦住了。先说吧，我在他对面坐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儿子跪在地上，把头埋得很低。3年前，我有个朋友说有个项目特别好，投资50万，1年就能翻倍。我当时刚结婚，想多赚点钱，就动了心。所以你找你爸要钱。我知道不应该，但是我真的以为能赚到钱。他抬起头，爸开始只给了我5万，我想着先试试水。结果那个朋友说5万太少，没法做，至少要20万。所以你又找你爸要。他点点头，我跪着求他，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爸心软，又给了我8万，后来又给了10万。那个项目呢？我问。你说能赚钱的项目现在在哪儿？儿子低下头，声音很小，亏了，全亏了。那个朋友骗了我，项目根本就是假的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妈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骗局。儿子哭着说，我也是受害者，受害者。我睁开眼睛看着他，你拿着你爸妈的养老钱去投资，亏了就说自己是受害者，那你爸妈算什么？他说不出话来。我问你，我盯着他，你知不知道这23万是我和你爸存了多少年？我知道，你知道。我的声音提高了。你知道你还敢拿去投资？你知道你还敢瞒着我们？儿子把头埋得更低了。这23万不只是钱，我的眼泪掉下来。这是我和你爸30年的积蓄，是我们每个月省吃俭用存下来的，是我们的养老钱，是我们对未来所有的保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儿子只会重复这3个字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擦了擦眼泪，钱能回来吗？儿子摇摇头，哭得更厉害了。这时候老伴突然说话了，儿子，我问你，除了这23万，你还欠了多少债？儿子的身体僵了一下。说实话，老伴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听得出来他在压抑着什么。还有房贷车贷。儿子小声说，具体多少？房贷还有80万，车贷还有12万，92万。老伴重复着这个数字。你一个月工资多少？1万2，1万2的工资，要还92万的债，还要养家。老伴说着说着，突然咳嗽起来，咳得很厉害，脸都憋红了。我赶紧去拍他的背，递给他水。他喝了一口水，缓了缓，然后对儿子说，你起来吧。儿子愣了一下，没动。我让你起来，老伴又说了一遍。儿子慢慢站起来，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老伴看着他，突然问，你恨我们吗？什么？儿子愣住了。我问你，你恨不恨我们？老伴又问了一遍。恨我们当年没有交社保，没有给你留下足够的保障。爸，我没有。别急着否认。老伴打断他，你心里肯定想过，如果我们当年交了社保，现在每个月能领退休金，你的压力就能小一点，对不对？儿子低下头，没说话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老伴叹了口气，因为我也这么想过。我吃惊地看着他。这30年，我无数次问过自己，我们当年的选择到底对不对？老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些东西碎掉了。特别是这3年，每次给儿子钱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
如果我们当年交了社保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是不是我们就不用这么拼命存钱，也不用担心老了没有保障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问他。因为我怕，他的声音很低，我怕说出来就等于承认我们这30年都错了。我怕你会怪我当年一意孤行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是我们一起做的决定。可是现在他看着我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儿子突然说，爸妈，你们还有多少钱？我和老伴对视了一眼，20万。老伴说，我们现在手里只有20万了。儿子的脸色一下子白了，怎么可能？你们存了30年，除了给你的23万，剩下的就是20万。我说，你以为能有多少？儿子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。这时候，老伴又咳嗽起来，这次咳得更厉害了，咳着咳着，居然咳出了血。爸！儿子大惊，你怎么了？我赶紧扶住老伴，看见他手心里的那一滩血，整个人都慌了。老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老伴摆摆手，老毛病了。什么老毛病？我的声音都在抖。你以前从来没咳过血。老伴没说话，只是低着头喘气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最近这几个月他经常咳嗽，每次都说是感冒，吃点药就好。我还以为真的是感冒，从来没往心里去。我们去医院。我站起来，现在就去。不用，老伴想拒绝。必须去，我的声音很严厉。儿子也说，爸，听妈的，去医院检查一下。老伴看看我，又看看儿子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去医院的路上，我握着老伴的手，他的手很凉，一直在微微发抖。我突然想起30年前，我们第一次去银行存钱的那天，他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，说，放心，有我在。现在他还在，但我却不知道他还能在多久。诊断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我正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发呆。儿子拿着一份报告单走过来，脸色难看的吓人。怎么样？我站起来。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，把报告单递给我。我接过来，看到上面写着肺部占位性病变，建议住院进一步检查，不排除恶性肿瘤可能。我拿着那张纸的手开始发抖。医生说要尽快住院做进一步检查，儿子的声音也在抖。如果确诊是癌症，可能需要手术，还要化疗，要多少钱？我问。儿子愣了一下，妈，现在不是说钱的时候，我就是想知道要多少钱。我打断他。医生说，如果要手术加化疗，至少需要30万。30万？我们手里只有20万。医保能报销多少？我问。儿子的脸色更难看了，爸没有医保，所有费用都要自费。我靠在墙上，整个人都软了。30年前，我们决定不交社保的时候，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一天。我们以为只要手里有钱，就什么都不用怕。可是现在，我们存了30年的钱，连救命都不够。妈，儿子叫我。我没理他，转身走向病房。老伴正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看见我进来，他勉强笑了笑。检查结果出来了。我点点头，在床边坐下。医生怎么说？说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他愣了一下，知道什么？你的病。我看着他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点了点头。半年前体检的时候，医生说肺上有阴影，
让我去大医院检查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我怕你担心。他握紧我的手，而且那时候儿子的事刚出，我想着先等等，等过段时间再说，所以你就一直拖着，拖到现在咳血了才肯去医院。我的眼泪掉下来。你知不知道，早半年治疗，可能就不会这么严重了。我知道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可是治病要花钱，我们手里的钱本来就不多了。我不想什么？我打断他，不想花钱治病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想等着病自己好。他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歉疚。医生说要30万，我擦了擦眼泪，我们只有20万。那就不治了。他突然说。什么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说不治了。他又说了一遍，很平静，20万留着给你养老，我这病治也不一定能治好，何必浪费钱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的声音都变了。这是你的命，怎么能说不治就不治？可是没钱，没钱就去借。我站起来，去找亲戚借，去找朋友借，总有办法的。借来的钱也要还。他抓住我的手，我们已经这个年纪了，还能挣多少钱？借了钱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还？我愣住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已经60多了，退休了，没有收入了，借来的钱我一个人怎么还？所以我看着他，你就打算这样等死？我不是等死，他说，我只是不想把你拖累了。你还能活很多年，不能把养老钱都花光了。没有你，我要那些钱干什么？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们存了30年，不就是为了老了有个保障吗？现在你有病了，不花钱治病，那我们存钱干什么？他没说话，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。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，30年前我们决定不交社保，自己存钱，是因为相信自己能把钱守住，相信只要手里有钱就能过上好日子。可是现在我才明白，钱从来都守不住。儿子要创业可以拿走，生病要治疗可以花光，真正能守住的从来都不是钱，而是人。你要是走了，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，这20万我一分都不会留，全捐出去。他吃惊地看着我。我说真的。我继续说，你以为我一个人能活多久？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所以你别跟我说什么留钱养老，你要是真的为我好，就好好治病，好好活着。他的眼泪掉下来了。这时候儿子敲门进来了，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，像是震惊，又像是激动。妈，医生找你，他说。我跟着他出去，看见医生正拿着一份文件在等我。秦女士，我刚才查了一下系统，医生说你先生当年工作的那家机械厂在2005年倒闭重组的时候，给所有老员工补缴了一部分社保。我愣住了。虽然不是全额补缴，但是已经缴纳了15年的最低年限。医生继续说，也就是说他现在其实是有社保的，可以办理医保报销。真的？我简直不敢相信。真的，医生把文件递给我，这是社保局的证明。你们可能一直不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没有办理过退休手续。现在去办理的话，不但可以享受医保报销，每个月还能领到退休金。我拿着那份文件，手抖得厉害。2005年，那一年我们已经存了10几年的钱了。厂里倒闭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离职了，根本不知道厂里给老员工补缴了社保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没有社保，一直以为只能靠自己存的钱生活。原来我们一直都有保障，
只是自己不知道。如果办理了医保，我问医生，他的治疗费用能报销多少？按照规定，可以报销 70% 左右。医生说30万的治疗费，你们大概只需要自费9万。9万？我们手里有20万，完全够了。我拿着那份文件回到病房的时候，老伴正看着窗外发呆。老张，我叫他。他转过头，看见我脸上的表情，愣了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把文件递给他，声音都在抖。你看看这个。他接过来，看了一会儿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是真的？他抬起头看我。医生说是真的。我坐到床边。2005年厂里倒闭的时候，给所有老员工补缴了15年的社保。我们当时已经离职了，不知道这件事。他拿着那份文件，手指在微微发抖。也就是说，我有社保。不只是社保，我握住他的手。你有医保，可以报销 70% 的医药费，还能领退休金，每个月大概2000多。他的眼泪突然掉下来了。30年了，他喃喃地说，30年了，我一直以为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是啊，我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我们一直以为要靠自己，结果原来一直都有保障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他看着那份文件，看了很久，突然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我们这30年，他说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。这30年，我们拼命存钱，以为这样就能有保障。可是儿子要创业，我们给了钱。老伴生病了，钱又不够用。如果当年我们正常交了社保，现在每个月都能领退休金，有医保报销，生活不会这么艰难。可是那样的话，我们手里就不会有这20万的存款。这20万虽然不多，但至少让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能有个依靠。也许我想了想，这30年不是白费的。什么意思？他看着我。如果我们当年交了社保，现在虽然能领退休金，但是手里不会有存款。我说，你生病了，报销完之后还要自费9万，我们拿什么付？他愣了一下。可是现在我们手里有20万，我继续说，9万的医药费我们付得起，剩下的11万加上你的退休金，够我们过日子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些东西慢慢亮了起来。所以他说，这30年也不算白费。不算。我握紧他的手，我们用30年换来了现在这20万。这笔钱在最需要的时候能救你的命。他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这时候儿子又进来了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存折。妈，他把存折递给我，这是我这些年存的钱，不多，只有5万。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还我欠你们的，但是先给爸治病用吧。我接过存折，看着上面的数字，心里突然很复杂。5万对现在的儿子来说已经是全部了。他还有房贷车贷要还，还要养家，能存下5万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自己留着吧。我把存折还给他。妈，我们现在不缺钱。我打断他，你爸有医保，能报销大部分，剩下的我们自己能付。这5万你留着，好好过日子。儿子愣住了。可是我欠你们的，欠的就欠的吧。我看着他，我和你爸也不指望你还了。你现在压力这么大，我们不想再给你添负担。妈，儿子的眼圈红了。但是我的语气严肃起来，以后不许再做那些不靠谱的投资了。好好上班，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儿子点点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老伴看着我们，突然说，我想明白了。
明白什么？我问。明白我们这30年是为了什么？他看着我，不是为了存钱，也不是为了留给儿子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最难的时候还能有个选择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点了点头。是啊，我们存了30年，不是为了让钱越来越多，而是为了在某个重要的时刻能够做出选择。选择救儿子，还是守住钱？选择治病，还是留着养老？这些选择，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，根本做不了。现在我们虽然钱不多了，但至少还能选择给老伴治病，还能选择好好活下去，这就够了。5年后，早上8点，我照例被楼下跳广场舞的音乐吵醒。老伴还在睡，我轻手轻脚的起床，去厨房准备早饭。煮粥的时候，我看见窗台上那盆绿萝又长出了新的叶子。这盆绿萝是5年前老伴出院的时候，儿子买来的。当时只有几片叶子，现在已经爬满了大半个窗台。粥煮好的时候，老伴也起来了。他走路比以前慢了一些，但气色还不错。今天几号？他问。15号。我盛好粥，放在桌上。15号了，他想了想，要不要去银行？我笑了，去银行干什么？退休金每个月准时打到卡里，不用去。哦，对，他也笑了，我都忘了。吃完早饭，我们下楼遛弯。经过广场的时候，跳舞的李姐看见我们，热情的打招呼：“老秦老张，今天又出来遛弯啊？”“是啊。”我笑着回应。老张的身体恢复的不错啊。李姐走过来，当年听说他生病，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看着气色挺好的。托福托福，老伴笑着说。对了，你们现在一个月能领多少退休金？李姐问。不多，2000出头，我说。哎呀，那也不少了，李姐说，虽然比不上交了一辈子社保的人，但也够花了吧？够花，我说，而且我们手里还有点存款，日子过得挺踏实的。李姐点点头，突然压低声音问，我听说你们当年自己存了好多钱。我和老伴对视了一眼，都笑了。存是存了一些，老伴说，不过后来也花得差不多了。哎，钱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样，李姐感叹，存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，不像退休金，每个月都有，一直领到老。我们告别了李姐，继续往前走。你说李姐说的对吗？老伴问我。什么？他说退休金每个月都有，一直领到老。对啊，他说的对，我说。那我们当年，他顿了一下，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，你现在还在纠结这个？我就是想问问你的想法。我想了想，说，如果重来一次，我可能会选择交社保。他愣了一下，但是没有如果。我继续说，我们当年做了那样的选择，然后走了30年。这30年里，我们存了钱，也花了钱，经历了很多事，最后还是活下来了，这就够了。可是我们的存款没了就没了。我打断他，但你还在，我也还在，儿子也好好的，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？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些湿润。而且啊，我笑了，如果当年我们交了社保，现在虽然每个月能领退休金，但是你生病的时候，我们手里就不会有那20万。没有那20万，光靠医保报销，你的病能治好吗？他沉默了。所以啊，不管当年的选择对不对，至少在最重要的时候，那笔钱救了你的命。我握住他的手，这就是他最大的价值了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点了点头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
路过一家银行的时候，老伴突然停下了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我就是想起来，我们有多久没进过银行了。他看着银行的大门，以前每个月15号都要去存钱，现在想想还挺怀念的。怀念什么？怀念存钱的日子，怀念那种感觉。他说，每次去银行把钱存进去，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往上涨，就觉得踏实。现在不踏实吗？踏实，他笑了，只是踏实的方式不一样了。以前是看着存折踏实，现在是看着你踏实。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会说这些让我心软的话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走过银行，走过广场，走过我们住了30多年的小区。路边的树又长高了一些，楼下的花坛里种了新的花。一切都在变，但有些东西没变。比如每个月15号的习惯，虽然不用再去银行，但我们还是会在这天早起，好好吃顿早饭，然后一起出去走走。比如老伴牵着我的手的温度，比30年前更温暖了一些。比如对未来的期待，虽然不再是那本绿色的存折，但还是在的。只是现在我们知道了，真正的保障从来都不是存折上的数字，也不是每个月的退休金，是我们这一路走来互相搀扶的手，是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还能在一起的运气，是我们老了、病了、穷了，但还能笑着说够了的心态。这些东西不能存进银行，也不能写进存折，但它们一直都在，而且永远不会贬值。